一家连自己命运都很难自己决定的公司，只用了18个月，股价翻了56倍，还把丰田从日本市值第一的位置上挤了下去。你以为这只是 AI 风口下又一个公司被资金硬推上去的故事？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股价涨了多少，而在于它背后那张网。这里面有东芝当年的财务危机，有贝恩资本的8年等待，有 SK 海力士藏了很久的一票否决权，还有 NAND 和 HBM 之间那轮非常戏剧性的产业周期。今天这期我们不讲爽文，我们把这件事拆开看一遍。你会发现商业世界里很多所谓逆袭并不完全是公司自己打出来的，有时候它只是刚好站在了一个周期的拐点上。更关键的是，你看到的风口故事背后可能早就有人把路铺好了。这家公司叫凯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但你手里的固态硬盘、相机记忆卡里面用到的 NAND 快闪存储器很可能就和它这个行业有关。凯霞的前身是东芝旗下的存储器业务，故事要从东芝那场财务造假丑闻说起。当时的东芝账面压力非常大，债务亏损、业务收缩全都压在一起，到了最后东芝只能卖资产回血。问题是他卖掉的不是边角料，而是集团里最赚钱、技术门槛也最高的那块资产——快闪存储器业务。这就像一个家庭欠了很多债，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只能把市中心那套最值钱的房子拿出来。大家都知道这套房以后可能还会涨，但眼前现金流撑不住，再舍不得也得卖。接手这块资产的就是美国私募贝恩资本，后来这块业务改名成了凯霞。私募的生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核心逻辑就是低价买入一块好资产，重新包装运营，等它上市或者估值上来之后再找机会退出。贝恩当年拿下东芝存储器业务想的也差不多是这条路，但后面的发展很不顺。贝恩接手之后，凯霞前后几次想上市或者推动行业合并，结果总是赶上存储芯片周期下行，或者市场环境突然变脸。每次看着快成了，最后又卡住，那种感觉就像赶车，每次跑到站台，车刚刚开走，折腾几年之后，凯霞终于上市了。但上市之后股价直接破发，一路往下走。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贝恩这笔投资可能要砸在手里了，可后面的反转才是真正离谱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先记住，贝恩当初收购东芝存储器业务的时候，出资方里藏着一个老对手，韩国的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是什么角色？它是全球存储芯片行业里的重要玩家，也是凯霞的直接竞争对手。结果他居然出钱投资了凯霞，还成了大股东之一，这就很反常。存储芯片行业本来就高度集中，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很敏感。按常理讲，大家都想压住对方，怎么会主动掏钱给对手输血？更反常的是 SK 海力士前前后后投了将近4万亿韩元，钱出了，但他又主动放弃管理权和日常投票权，而且这件事一直锁到2028年。也就是说，在2028年之前，他表面上不参与凯霞的经营决策，翻成大白话就是花了几百亿养了一个竞争对手，然后自己站在门外看。当时市场上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一笔财务投资，海力士可能看好存储行业的周期价值，也不想直接碰经营，更不想触发反垄断审查。这个解释听起来挺合理，但问题也就在这里，它太合理了，合理到很多人没有继续往下问，为什么要把投票权锁到2028年？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用这么隐蔽的方式入股？这背后真正关键的是反垄断。如果 SK 海力士直接公开收购凯霞股份，成为大股东，各国反垄断机构大概率会盯上来，行业老二直接拿下老三的关键权益。这种交易很容易被理解成加强集中度、压缩竞争、影响价格，想过审难度非常大。所以他用了更复杂的结构，一部分钱通过第三方私募基金投进去，只拿财务收益，不碰经营权和投票权。从法律形式上看，这就是基金投资，不是海力士直接控股。另一部分做成可转换债券，
意思是名义上我先借钱给你，你付我利息，等到约定时间到了，我可以选择把这笔债转成股份。这一手很关键，在债券还没转股之前，账面上他不是股东，只是债权人。反垄断机构看他也很难直接按控股交易去处理，但在经济利益上，他已经提前拿到了未来转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既不需要马上站到台前，又能把未来的主动权握在手里。很多人总觉得资本厉害是因为钱多，其实钱只是入场券，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们能把规则研究得很细，用一层又一层金融工具把一件看起来不符合常识的事情做成合同上能跑通的安排。你以为他只是投了一笔钱，其实他可能已经把后面很多年的路都算进去了，而这条路后来变成了凯霞头上的一道锁。时间继续往后，存储行业进入新一轮低谷， NAND 快闪存储器价格跌得厉害，几家厂商日子都不好过。这个时候，凯霞想做一件大事，他准备和西部数据合并。西部数据也是全球重要的存储厂商，和凯霞在 NAND 领域有直接竞争。如果两家公司真的合并，新公司的市场份额会非常可观，甚至有机会去挑战三星这类头部玩家，行业格局可能会被重新改写。当时市场上不少人看好这笔交易，行业低谷期，大家抱团整合产能，提高议价能力，听起来是很顺的逻辑。凯霞管理层也希望靠这次合并，把公司从困境里拉出来，真正跻身顶级阵营。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人， SK 海力士还在股东名单里。就在这笔合并推进到关键节点的时候， SK 海力士站出来了，他直接否决了这次合并。市场一下子愣住了，不是说你只是财务投资者吗？不是说2028年之前不参与投票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突然出手了？问题就出在条款里。海力士放弃的是日常经营层面的参与权，普通经营决策他可以不管，但涉及公司合并、资产重组这种重大事项，他从一开始就保留了否决权。这个条款平时不显眼，再加上海力士这么多年一直很安静，大家慢慢就把它忘了。可真到决定公司命运的时候，这一票就够了。于是凯霞出现了很尴尬的一幕，管理层谈了几个月，眼看合并有机会改变公司位置，结果最大的竞争对手站出来，一票否决。你还没法说他违规，因为他确实是股东，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讲到这里，海力士当初那笔钱的目的就清楚多了，他未必只是想赚财务收益，更大的作用是把凯霞放在自己能看见也能拦住的位置。你小范围发展可以，你赚钱了我也能分到好处，但你要是想通过合并变成更强的对手，那就不行。换个角度想，这个逻辑很冷，但很现实。海力士花钱买到的不只是收益权，还有关键时刻按下暂停键的能力。商业世界很多合作看起来都很客气，桌面上说的是产业协同、共同发展，桌子下面算的却是位置、份额和未来的威胁。今天的股东，明天可能就是最关键的阻力。就这样，凯霞冲向顶级巨头的机会被自己的股东拦了下来。当时很多人觉得凯霞后面会很难，合并没成，行业景气度又差，旁边还有竞争对手掣肘。贝恩资本也被不少人嘲笑，说这笔投资看走了眼，变成了烫手资产。但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你当时看不懂的坏事，几年之后回头看，可能反而成了转机。转折来自 AI 浪潮，这几年 AI 大模型的需求快速增长，半导体产业链被重新拉动，其中最紧俏的是 HBM 高带宽存储器。简单讲， HBM 就是 AI 芯片旁边非常重要的内存，训练和运行更强的大模型都会消耗大量 HBM。 于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头部厂商开始把先进产能往 HBM 上转，因为 HBM 利润更高，需求也更急。传统 NAND 快闪存储器的产能就被很多厂商往后放，甚至一砍再砍。这个时候，之前被困在 NAND 业务里的凯霞反而变得特殊了。因为合并失败，也因为资源和路径受限，凯霞没有办法大规模转去做 HBM， 他只能继续守着 NAND， 做那个当时没那么性感，也没那么被市场追捧的传统业务。结果问题来了，
当所有头部厂商都挤去抢 HBM 的时候，传统 NAND 市场的供给反而收缩了。另一边 AI 推理应用开始铺开，企业级固态硬盘、数据中心存储需求又起来了。很多人一提 AI 就只想到训练，可 AI 真正跑起来之后，推理需求会长期存在。你每一次和 AI 聊天，生成一张图，用一次 AI 功能，背后都需要数据中心运转。这里不一定都用最顶级的 HBM， 但需要大量存储空间来放数据、模型和结果，这些需求正好落在 NAND 身上。供给被压下去，需求又被 AI 推理拉上来，供需一反转， NAND 价格就开始涨。而凯霞刚好手里守着大量 NAND 产能，这才是最戏剧性的地方。他没有做出 HBM， 也没有站在 AI 最核心的那条线上，却因为别人都去抢那条线了，反而在传统业务里吃到了红利。业绩上来了，股价跟着上来，18个月翻了56倍，最后超过丰田，成了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你说这件事该怎么评价？他想通过合并变强，被对手拦住了。他被迫守着旧业务，反而踩中了 AI 推理带来的存储周期。很多时候，商业结果并不是谁设计的最完美，而是谁刚好在那个时间点站在了供需错位的位置上。这场上涨里赚得最狠的还不是凯霞自己，而是贝恩资本。别忘了，凯霞上市破发的时候，市场一片质疑，贝恩却一直没有急着退出。他为什么能扛？因为贝恩很清楚，存储行业本来就是强周期行业，低谷很难熬，但周期一旦反转，价格和利润的弹性也很大。而且凯霞这块资产不是一个空壳，它来自东芝，技术底子、产能规模都还在。二级市场短期给出的价格不一定能反映它在一个完整周期里的价值。当然，这也和私募的钱有关。贝恩拿的是长期资金，不像普通投资者那样每天都被短期波动推着走，也不需要天天应对赎回压力，他有时间等。等到 AI 浪潮把 NAND 的价格推起来，凯霞股价一路上涨，贝恩就开始减持套现，从低价接手到高位退出，这笔投资最后赚了大约15倍。8年时间，几次上市受挫、破发、被质疑，到最后靠一轮谁都没想到的 AI 存储周期退出，你可以说里面有运气，但贝恩能一直等到周期反转，也不是普通资金能做到的。讲到这里，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不只是股价涨了多少，而是这件事暴露出来的几个现实。先看凯霞自己，他能登上日本市值第一，当然有资产和业务基础，但他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在自己手里。他想合并，被海力士否决，他没法转去 HBM， 只能继续守 NAND。 后来 NAND 涨价，他刚好成了受益者。你看，这条链路里每一步都带着外部力量，资本、竞争对手、行业周期全都在推着他走。管理层当然重要，但在这种级别的产业博弈里，公司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玩家。再看海力士，他当初可以出钱投资凯霞，表面上安安静静，像一个财务投资者，但一旦凯霞可能通过合并威胁到他的位置，他就立刻出手。这个动作很冷静，也很现实。商业里没有永远舒服的关系，合作是真的，算计也是真的，大家可以一起赚钱，但只要碰到核心利益，立场马上就会变，还有周期。凯霞守了这么多年 NAND， 在行业低谷的时候，没人夸他坚持。等 AI 推理需求起来，对手又把产能挪去 HBM， 它突然变成了市场里的稀缺供给。股价涨起来之后，大家又开始说它踩对了方向。但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它不是提前预判到 NAND 会爆发，而是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待在那里。最后周期来了，它刚好还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市场经常就是这样。努力很重要，资产质量也很重要，可决定公司能不能被看见的，往往还有那个节点。你站得太早，可能熬不到春天；你站得太晚，机会已经被别人拿走。凯霞这次就是被动站在了刚刚好的地方。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一家公司登顶到底靠实力还是靠运气？答案很难只选一个，没有实力，周期来了也接不住；只有实力，但周期一直不来，也可能长期被低估。更值得警惕的是，
有些公司看起来在掌控自己的命运，其实背后早就被股权结构、竞争对手和资本安排限制住了。这个故事还没完全结束。海力士和凯霞约定的投票权锁定期，到2028年会有新的变化。到那时候，手里握着大量权益的海力士会怎么处理凯霞？会不会继续维持现在这种关系？会不会推动更大的交易？又会不会有新的资本进来，重新搅动这盘棋？现在还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等时间走到那个节点，凯霞这个故事大概率还会有新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今天这些伏笔可能又会连成另一条线。如果你喜欢这种拆商业逻辑、看产业周期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们继续看那些表面是新闻，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和周期变化的故事。最后还是提醒一下，今天聊的内容只是个人分析和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票和任何投资都要自己做功课，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判断。涉及专业投资和金融问题，也要咨询持牌专业人士。